两小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你女儿才20多岁就横死，你家这是犯太岁呀！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斋教法师，他的太岁符可灵了，从此保管你家再不碰上这种横事儿。你胡说，我女儿不是横死。横死你也瞒不住呀！你的女儿上了吊，方正都知道了。要不是我们万年县刚没了县尉，公谢的人早都上了门了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，有什么事你想不开，怎么就上了吊了？她并非自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小姐并非自缢，而是被勒死后吊起来的。什么？我女儿是被勒死的？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！你要是想叫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可以当我没说，我这就用颜色将她颈上的勒痕与指甲痕覆盖，便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。他是干嘛的？他瞎说的吧？炼乳师是给逝者化妆的，是个新行当。这孩子原来也是花容月貌，走的时候还能这么漂亮，挺好。哎，你画一次多少钱？你这生意做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找你的人不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呢想做好生意，得跟我合作，我给你介绍活，只要你2成佣金就行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招揽生意了。说我女儿不是上吊，除了这几个指甲印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真自缢者，眼合唇开，手握齿漏，缢在喉上，舌抵齿，喉下舌多出，而小姐并非这样。你看，锁钩平直，环绕颈部，颜色不深，这是被勒死的痕迹，且有指甲伤，应是试图自救时留下来的。再有，真自缢者，双手握拳，而小姐，难道我女儿真的是被人害死的吗？是他，一定是他们害死我女儿的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窦武庄被杀了！看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箭是从哪儿射过来的？斜对面。太惨了，这要是……你们？中仵作、耿老仵作、殷仵作、苏县尉。长安县旗长至此，仵作来验尸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身近5分。你们都是仵作？有的人算仵作，有的勉强算，有的根本不算。县尉当心！无妨。
一见正中要害，此因无争议，无需验尸。哎呀，董院乃是葛九泉门下的大弟子，亦是最优秀的门生，这仵作行里又少了一个人才啊！董兄，今日是董仵作请你们吃饭，这应该不是吧？什么叫应该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到底是不是我们也不清楚啊。不知道谁请客就来吃席，那你们是怎么接到的邀请呢？这个。吕将军，我们也是。请柬何在？啊，在，我没带呀。啊，这儿。这吕将军，你们可认识？就是不认识。刚才我们几个念叨过，收到请柬时原本都不想来的，但看请客的是位将军，在长安城敢自称将军的，肯定非同一般，自然是大人物。如此抬举我们，不来岂不失礼呀？再有就是这都康酒楼可是长安新建最好也是最贵的酒楼，若不是有人请客，怎有机会来此一饮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对了，董仵作认识吕将军。董仵作，哼，这个吕将军，早知道他也同时请了你们几个，我就不来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董仵作也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个吕将军。后来呢？伙计就来上菜，说是有人吩咐过，申正时分，不管客人到没到齐，都准时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再后来呢？才喝了一杯酒，董仵作就嫌太阳晒着他了，然后就……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这么晒啊？刚才窗户关着时倒是不晒，我帮您关上。用不着。都说这梅雾包厢能看到最好的街景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吧。等等，刚才你说窗子关着的时候倒是不晒，对呀，那又是何人何时打开的窗子呢？这个想不起来了，应该是上菜的伙计顺手打开的吧。伙计何在？谁给梅屋上了饭？是阿秋。阿秋？这个小子可不地道，3天前偷吃客人的菜被我抓到了。我不是早就通知他让他滚蛋吗？他不是想好好干活，让您收回成命吗？今天他就抢着给客人上菜，结果给梅雾上完菜后没多久，就听见上面喊杀人了。杀人了！好像是梅雾。哎呀，这是杀人了！去看看。刚才上官说要询问，让所有人都过来。我再去找他时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你可知阿秋住在何处？知道。去把他叫来。是。这梅雾包间是何人所定？啊，
是个叫吕将军的人。真名叫什么？那咱就不知道了。不是他来店里订的？是他订的，但来的不是他，是个预定郎。啊？何为预定郎？就是专门帮人预定酒楼的人。预定时通常不留真实姓名，而是在姓氏后边加个后缀，诸如说李举子、王进士之类。吕将军也是如此。预定郎，你可认识他？认识，就是高五娘啊。啊，不是预定郎吗？怎么又是个女子的名字啊？就是女子。预定郎她只是个行当，有男有女。能找到此人吗？这倒是不难，他常到杜康酒楼来预定，我知道他的住处。把他叫来。是。苏县尉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暂且回去，但万年县械会随时传讯你们。不得离开长安城啊！是。这里放的都是葡萄酒啊，虽然比不上云顶红那么纯正，但是能运到长安来，那肯定不会太差。先得让预定郎订好包间儿，然后还要算准了董月一定会来赴宴，来，还就得坐在那个主座。还需算准，彼时窗户是开着的，且董月会起身关窗，使要害暴露无遗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必定射术精湛。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！如实交代，不然大刑伺候。那天给客人上菜的时候，我就偷吃了一口，正好被老板看见，真是丧气。谁知晚上回家，别怕，你叫阿秋，是杜康酒楼的伙计，就快不是了。因为偷吃给客人上的菜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后天申时，梅坞包间有大人物宴请贵客，你照我说的做，你们老板自会留下你。信不过我，这个你总信得过吧？我本来是不想拿，只不过这100钱挣得太容易了，只要我上菜的时候把窗户打开就行了。没别的了？没有，我哪知道他是要杀人呢？我当时听到楼上喊死人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我就赶紧跑了。我没罪吧？我是拿了100钱，不会让我给那个死了的仵作偿命吧？哼，因为贪财，你被凶手利用，导致他人被杀。我知错了。看在我阿秋这么些年老实本分，从来不欺凌老幼和女人的份上，你们就放了我吧。这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？若是悔改，就该主动投案。你跑什么？我回答不上来了吧？苏明啊，这种人必须教训啊，要不然以后不定干出什么坏事来。我以后再也不贪财了，我认罚。要不打他3板子，以示惩戒？这么轻？是怕把你打坏了，无法再讨营生。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啊，小偷小摸的事儿莫沾，
嘴馋就别去酒楼当伙计，干点别的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压下去。是。上官，我是高五娘，我是帮那个吕将军订了包间，但谁知道他要杀人呢？我就是个预定郎，命案可跟我没有关系。您新官上任要请客吗？你要请客，我可以帮你预定，整个长安万年两县最好的酒楼我都订得到。还是先说说你是在哪儿遇到的那个所谓吕将军吧。东市啊，现在生意不好，那天我在东市上逛了一整天，才遇到这一桩买卖。长兴坊的杜康酒楼订得到吗？可以呀，您定哪一天？3日后申正时分，我要阳面的梅雾包间，行吗？看来您有所了解呀。杜康酒楼最好的包房就是那一间，但确实难订，一排要排上7、8天以后呢。不过我有熟人，指定订得上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吕将军，和酒楼说，不用等客人都到齐，申正时分准点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得嘞，来，拿着定钱。樱桃，带他去苏山殿，让喜君画像。明白。画像那感情好，不过可给我画的美着点。我看你是想的挺美，给你画像有何用？是给那绿袍大胡子吕将军画像，到时候你需把他的面部特征说出来，越仔细越好。啊，走吧。谢位，董月并未成家，除当仵作外，他还开了家寿材铺，这是那寿材铺的唯一伙计，也是他徒弟。见过上官，我是来给师傅收尸的，我会用店里最好的一口棺材为师傅下葬。你师傅可认识一个叫吕将军的人？不认识。那天我刚打开寿材铺的门，就发现了一封请柬。杜康酒楼，吕将军，莫非什么时候有过一面之缘？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？师傅，既然记不起来，就不要去了，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大赛便是。为什么不去？哼，关键是有最正宗的杜康。再说了，即便我在大赛当天喝得酩酊大醉，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也非我董月莫属。师傅，昨天您说大赛前3名就能当专职仵作，直接进宫线，不必世代为剑姬了。不止如此啊，后代还可以考取功名，可我对这些丝毫都不感兴趣。我只爱干仵作，干一辈子。我要把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替我的老恩师从耿无伤的手里夺回来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大赛？怎么回事？是收到请柬的前一天，师傅回来跟我说的。他当时喝醉了，可高兴了，说天子下令要举办一场仵作大赛。皮儿12了吧？你老记性真好。你没消他验尸之书？哦，还没，太早了吧？仵作世家，6岁学艺不算早了。你不会没打算教吧？要教的，要教的。现在不教也可以，除非你有把握拿到仵作大赛的前3名。长安的仵作，师傅您是了解的，徒儿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呀。今日董月已死，你的把握增加了不少。还真是啊。钟世载，弟子在，师傅请讲。今日我将你逐出师门。师傅，您说什么？姚二、苏禅，你们进来。师傅，
你们2人做个见证，我长安仵作耿无伤今日正式将钟世载逐出师门。师父，爹，徒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将徒儿逐出师门？世载啊，为师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既然举办仵作大赛，前3甲可正式进入宫廨，成为专职仵作，其后人亦可脱离贱籍，可以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你钟世载能不奋力一搏，拼取这个机会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。我会。故我必将你逐出师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因为为师也是个仵作，我也会参加这次比赛。我若不将你逐出师门，比赛之时你定会因为我是你的恩师，而不会使出你的全部本事与我比试。万一因此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岂不可惜？师父，您想多了。我不是，徒儿的意思是，您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参加什么仵作大赛吗？我干了一辈子的仵作，也想通过本事取消贱籍，进入宫廨。更何况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也会考虑她的未来。师父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徒儿可以不参加仵作大赛的。钟世载，你走吧。大赛之际，你我均不可念师徒之情。师父，苏学北，看样子你们是都听到了。是。我们师徒之间的事，请勿见怪。你又来，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？您好像已经猜到我要问什么了。不错，仵作之死无足轻重，可却偏偏死在了仵作大赛的消息传来之际，这可就不同寻常了。自从我隐退之后，幺儿也离开了仵作行，长安这才有了5大仵作的说法，分别是常为刑部效力的董岳，多为大理寺效力的夏侯爽，雍州府的刘维，长安县的仵作郑好，还有就是刚刚被我逐出师门的钟世载。如今董岳已死，其他4人均有作案动机。当然，董岳被射杀之际，世载与我正和苏县尉同席共饮，可率先排除嫌疑。多谢您赐教。还有就是，世载刚刚对我说，他3日之前便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另外3人是宫廨中的熟人，想必也就都知道了吧。故若有人刻意隐瞒，亦有嫌疑。在谢。这个耿无伤，不过是个老仵作而已，他还帮你探上岸了。或许人家是好意，这不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吗？但有杀人动机的未必只有仵作。可问题是什么？哎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本来还挺敬重他的，可他这么大年纪，还要去参加什么大赛，要去争这个进入宫廨的机会，不过是俗人一个。我倒是觉得这正说明仵作行多么需要这个机会。天子啊，真是圣明。哦，上任第1天就碰到这么离奇的案子，可说呢，此案确实棘手。哎，
要不然这个案子你们雍州府拿去查得了。苏明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我这次来，本是想请你喝酒的，毕竟重回仕途，值得庆祝。可你有要事在身，本参军就先告退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帮我出出主意。哎，你觉得那个耿武作分析的有道理吗？当然有道理啊，不过可先排除仵作刘维，因为今日申时，他正在陪同本参军查案。这个思路好，可逐个排除。大理寺案子多，仵作夏侯爽你我都熟，也可以暂时排除。那不就剩下长安县的仵作郑好了吗？你做过长安县尉，那个郑好，你难道不认识吗？何止是认识啊，他可是整个大唐最有底气的仵作，出自荥阳郑氏。5姓7家当仵作，这没法不让人印象深刻。我记得他祖上是窦建德手下的大将，善射术，百发百中。后来窦建德被太宗文皇帝给击败了，其祖上不肯投降，还以世家名门为傲，这把文皇帝给气的，就罚他们这一支世代当仵作。对啊，你也说了，他祖上善骑射。哎呀，是啊，董越就是被那凋零箭给射死的，得查这个正好。那个罗三军，樱桃不在我身边，去查这个正好，我这心里可没底啊。要不然你陪我去一趟，给我壮壮胆儿。好你个苏明啊！我的苏大县尉啊，绕来绕去，你还是在算计我呀？这怎么是算计你呢？再说这不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吗？仵作正好，为人跋扈得很，还会舞。我一介书生，我去查的，他万一一生气，他射我一箭，我就……如果我没认错，是卢参军吧？怎么，苏县尉你难道不认识吗？认识，苏明嘛，仗着是嫡公弟子，从长安到万年，又当上了县尉。两位，何事登门？哎呦，这是正仵作打的猎吧？且都是一箭中的。那当然，我正好打猎，从不射第二箭。佩服佩服。啊，对了，正仵作祖上那也是一时的豪杰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祖上是荥阳名门贵族。只可惜跟错了人呐。哎，我说苏无名，你能不左一口一个仵作，右一口一个仵作的喊我吗？郑兄提醒是，这又不是在攻陷，应该兄弟相称。郑兄啊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想讨杯茶喝，且有要事相告。哦，那屋里请吧。什么仵作大赛？没听到消息。那现在我把消息告知你了，你会去参加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这个人好面子，怕万一进不了前3，遭人笑话。毕竟京师仵作行中藏龙卧虎，我虽名在5大之中，但我一向谦虚谨慎，也不敢说就胸有成竹啊。更何况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担心后代考取功名，所以就不参加了吧。今日申时，郑兄在哪儿啊？打猎去了。外边挂着的猎物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可我观那猎物不像是申时打的，从伤口的颜色和血腥的气味来判断，更像是一早打的。你这是在跟我卖弄仵作之学？
正好，你的弓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郑家以射术著称，想必弓是祖传，且是好弓。我想见识见识。怎么，怀疑上我了？何来怀疑之说？卢参军只是想欣赏欣赏你的弓而已。好，等着，我给你取去。小心！果然是你！哎，我说郑兄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喝茶？正好，为何袭杀朝廷命官？你们无端怀疑我，就是侮辱。为了祖上荣光，我就是要射死他范阳炉，又当如何？只可惜你射术不精，给祖上丢人了。我当然可以百步穿杨，一箭毙命，只是隔着门，你侥幸罢了。那第二箭呢？我射远不射近，第二箭，你离我太近了。近了反而射不准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来，把他那个箭囊拿来。这箭囊用了好几年了吧？你是瞎呢，还是故意瞧不起人呢？看不出这是个新箭囊，这是我前天新买的。是吗？正好啊，在杜康酒楼，董岳仵作在申正时分中了一箭，是你射的吧？董岳死了，与我无关。我说过他死了吗？我听别人说的他死了。量他的脚。长度正好，都对上。正好，在杜康酒楼的对面，酒库2层，我们发现了凶手的脚印，跟你对上了。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脚一样大的人多了，我这双靴子很普通，在长安能找出上万双，你这不算证据。刚才你说这是新箭囊，在我大唐，万事皆有规制，一个标准的箭囊收箭30支，你的箭囊价格不菲，这样的箭囊往往配送新箭，而你的箭确实是新箭。你还说你百步穿杨，打猎从来不射第二箭，故一箭射杀野兔，一箭射杀狐狸。按照打猎的习俗，射毙野兽的箭无需收回，以祭山神。算上射我的2支箭，现在箭囊中的新箭应该有26支，可这里面只有25支，剩下的那1支呢？拿上来。射杀董岳的这支新箭，原本就在你的箭囊中。武艺兵器之事，你瞒不过卢参军。我在山上打猎，申氏还没回来呢。可有证人？山间的野兽、飞禽，可为我作证。哼，苏县尉，你无需再跟他废话，大刑伺候。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弓械上打根本没用，给我拉到东市上去打，让全长安的人看着他挨打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还是别脏了这个士字吧。都愣着干什么呢？拉到东市上去打，打完拖到西市接着打，继而
鬼师。是。走，等等！你们杀了我吧，董月那厮是我遮蔽的，我认了。正好，公堂之上，你要想好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，作为定罪的证据。甚好，各位上官，有礼了。我们干一杯。哎，董月，你难道没看见我吗？哼，看见了，一个仵作，干嘛总跟当官的混在一起？我们同为氏族之后，我管你祖上是谁。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仵作，还是一个技不如我的仵作而已。好你个董月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前，我都快忘了。可是昨日，长安县有一个案子，同时两处发现尸体，我跟钟世载分别验尸，正在切磋验尸所得。哎，钟世载啊，这是谁给我的信啊？信？没看见啊。荥阳正氏岂能被辱？浴血前耻，明日申正。高昌酒坊后院仓库2楼窗前，弯弓搭箭，设杜康酒楼之霉物，可报大仇。信里写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本将信将疑。正好买了新弓箭，一早去打猎，先射杀一只野兔，又射杀一只狐狸，可我还是心烦意乱，便带了弓箭去了那仓库的2楼。射杀董月，不仅是为了报仇吧？你敢说跟即将召开的仵作大赛没有关系？那当然还是有些关系的。我的祖上跟错了人，以至于让文皇帝贬为贱籍。到了我这一辈，我已经做到了长安5大仵作，通过这次大赛就有可能摘掉贱籍。要再射杀了董月，那把握可就大多了。毕竟姓董的仵作之术确实高超，在我们5人之中，当属第一。那封信呢？在我身上。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1日之内就有良缘？相思明月夜，迢递白云天。谁在外面？郎君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是不是见过啊？相思在万里，明月正孤悬。啊！
爹。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五更寅时，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寅时，漏断人际，星垂四野，亦迷离，天地浑茫，兮未息，故刺客杀人多选择在这个时辰。你们记下了？记下了。别出声！爹，怎么回事？我只盼着刺客他不会来，可是没想到他还真的来了。董月之死，谋者何人？爹已经知道了。还真小瞧了这刺客。谁？何方盗贼，胆敢闯入我宅？皮尔，不在读书，在做什么？爹，是您啊！您不是说若选一则读书，若有余力则习武？文武双全才是人中龙凤嘛！我说过这个话吗？说过。哦。您为什么翻墙进来？啊，那也是习武的一部分嘛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你说想骑马了？是，妹妹也想，特别想。今天就骑，和你妹妹收拾东西，走。中午做，这么早就出城，这是要去哪儿验尸啊？我在教儿女骑马。卢参军，请让一让。我若是不让呢？那我只能从你身上踏过去了。好，来吧。你凭什么拦我？我若没有理由，就不会拦在这里。皮儿、杰儿，今日骑马高兴否？高兴。高兴。记住爹爹和你们说的话。长大以后，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。是。带妹妹回家。爹。皮儿，回家。
卢参军没有当着我儿女之面动武，钟世载谢过。利用正好杀害董越，一箭双雕，以确保自己在武作大赛上能够获胜。你这计谋过于阴损了吧？哼哼，看来你是不准备下马投降了。我用的是吕将军的名号，将军可百战死，焉能下马受降？好你个仵作，还会马上武艺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2年前听说右金吾卫中郎将在鬼市力破幽冥四怪，用的是3节枪，好生羡慕。我便把这条跟随我多年的丈八蛇矛也改造了一番。我出身为奴，从小拜师学艺，成为仵作，才从奴籍变为剑籍。但是我从没有一天放弃习文学武。今日你若胜我，算你有本事；但你若被我一枪挑于马下，那么一国藩邦从此便多了一位领兵打仗的钟大将军。好一个钟大将军，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要反叛于我大唐吗？少废话，策马过来吧！听说那贼武艺高强，哎呀，若没有卢大将军出手相助，我们万年县还真抓不住他。哎，少客套。薛环已经先行入方立案了，本参军就不陪你审案了，告辞。罗凌风，师弟，多亏了有你，愚兄在此谢过了。希望万年在苏少府的治下日夜长安。长安万年。我无罪，苏县尉，狄公他老人家抓人可是讲证据的。钟仵作自认为高明，觉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是又怎样？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，我是不会认罪的。信上的字，黑墨中夹杂着棕色，应该是作画颜料中的颜色，说明平时此人作画，或者身旁常有作画之人。你给儿子起名丕，给女儿起名节，这可是魏武帝给儿女起名用的字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的女儿叫钟洁，你从小就培养她绘画的才艺，对吗？钟洁，你画得很不错，只是姐姐疑惑，画案如此工整，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爹不让任何人用这桌案，阿兄也不行，他自己也不行。那你爹平时在哪里写字啊？爹要写字时，就拿我的颜料碟对付一下了。如果你觉得有必要，我们可以证实一下。给正好的信件和给那5个仵作的请柬上用的就是这里的墨。而你钟世载是个用笔极为娴熟之人，却要故意装成不会写字的样子。我观信上的字迹是你故意伪装，对吧？那也只是你的推断而已。苏无名，你自己破不了案，找一女子来哄骗我的女儿，
这位女子可了不得，裴喜君裴小姐，不敢说是整个长安绘画最好的，但绝对是长安女画师中的翘楚。党臣，裴小姐，我女儿能否拜你为师？她很有天分的。你还是先认罪吧。看看这是什么？从你的家里搜出来的，自己看看吧。给她穿上。来，看看这个。这是何人所画？裴小姐根据高五娘的描绘所画，这能算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了吧？裴小姐，收吉儿为徒吧。哦不，过继给您，做您的义女。裴小姐，吉儿聪慧孝顺，我真的不忍心让她一辈子在贱籍啊。钟世载，钟杰很有天分，我也喜欢他。若有机会，我一定教他画画。但这是公堂之上，请你快起来。钟世载，你深爱着自己的孩子，但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。我没有直接杀人，我请人吃饭，我有什么错？正好报复杀人，与我何干？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武作大赛中进前3，你连自己的授意恩师都要杀。钟世载，你还犯过哪些罪行？如实招来。我没有。哼哼，耿老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当年我见到他时，他一身是血，身上还多处受伤，一看便是与别人拼杀时留下的。我妻已死多年，并未给我留下子嗣。钟世载是我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我对他就像对亲儿子一样待他教他，但终有一天我发现他并不适合做武作，就是因为他少时杀过人。干我们这一行的经常跟死人凶器打交道，看到的感知到的亦会激起一个人的杀戮之心。现在你明白耿老为何要将你逐出师门了吧？钟世载的武作之技虽说能够排在长安的前列，但是并没有把握进入前3。他为人极其精明，他最擅长是借力打力，更善用诡诈之计。故当我发现董岳之死没有那么简单时，我就怀疑上他。他以为一气除掉董郑2武作，便可确保自己进入前3甲。我谎称自己要参加武作大赛，并且提前写好了这个，等他来。我若遇刺，杀人者钟世载也。您这是提前预判了案情。徒弟是我教的，老朽惭愧不已呀。我昔日为奴，却有幸随小主人读书习武。小主人愚钝，或者说就是一个傻子，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马上马下的功夫都不如我。主人因此生气，常常打
他骂我出气，我只能一直忍耐，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。但是我的忍耐并没有换来善待，主人越发残忍，几次险些打死我，我忍无可忍，就杀了他们一家3口，又伪装成盗匪夜袭，我自己也受了伤，才骗过了捕贼官逃了出来。活到了今天，师父说的对，我早就厌倦了做一名仵作，因为我每次看到死人、凶器、杀人现场，我就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呀。苏县尉，苏县尉，发生一起斩首案，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，身首异处。科须验尸，仵作钟世载在此。可惜了。做仵作的机会也不再有了。幸好没叫喜君来。苏县尉，没有仵作可请了。去请耿老，就说我叫你去请的。是。哎呀，苏县尉才上任，还请您老给个面子。不是我不给面子，你看我是又老又病，真的出不了门了。苏禅呀，你跟徐局长聚一趟，就说是代父验尸，问苏县尉能否应允啊？怎么？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做个仵作吗？可我是女子，能做仵作吗？哎，女子验女尸比男子更为方便。再说，苏无名是狄公的弟子，自不会因循守旧，也许正可成全你，拿上我的验尸箱，去吧。去吧。我以前没验过尸。每个人都有第一次，请吧。苏县尉真的允我验尸？耿老既然让你来，想必你已得到他的真传。另外，樱桃可以帮你记录。如此，有劳了。记，向下皮肉卷缩，2肩颈骨高耸，周遭有喷射状血迹，这是生前遭砍杀的尸状。头颅在肩膀右侧4尺，头颅断面平整，可与躯体接上，故推断应是被刀剑之类的利器所砍，且杀人过程为一斩而就，应即刻寻找亲属辨认尸体，确保身手为同一人。丧命时间，观伤口应该在亥时，最晚子初时分。苏县尉，我不知道还需要验什么了。验得很仔细，思路清晰，判断无误，未来必是可继承耿老衣钵的好仵作。徐期长在，按仵作所言，立刻去寻找死者亲属。今日仵作苏禅可得最高验尸费用。另外，
未来万年县需要请仵作时，均可请苏婵。是。苏婵，你不错，一点都不比苏县尉验的差。恭喜你成为女仵作。其实你并非第一个，我们之前在石阳县也见过，且不止一个，所以你并不孤单。尸体都看过了，能确认身份吗？就是我的女儿，昨天还好好的。都怪你，孩子捡那点倒霉的钱就应该扔出去，你倒好，还当什么好事？捡钱？哎，娘，你看，这是谁丢的呀？这个荷包是你们谁的呀？不是我。哎呀，快数数有多少？哎，有没有见过一个钱袋子，大约这么大，红色的？见过。特别想想那个。今天我们就没去过十字路。苏县尉，附近街巷都问过了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听说过丢钱的，还没听说过谁捡钱的呢。谁要有这种好事儿啊，谁也不愿说出来呀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袋子有人见过吗？大家都看看，知道吗？见没见过这个红袋子？没见过。二师兄，吓到了，木头做的。平时没事了就用它练习妆容之术。看看你这儿，哪还有个家的样子？你现在应该承认了吧？不再做仵作，又从家里搬出去，就是嫉妒爹对大师兄比对你好。当年刑部和大理寺都向爹要仵作，爹推荐的是大师兄，却不是你。你是不是还在生爹的气？都过去了。来喝碗汤吧，这是我亲手做的三乐姜骨汤。那不是西式的名饮，达官贵人喝的，你自己在家做得了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就是用喝梨乐、安摩乐、皮梨乐3种果子煎汁，再配上猪筒骨一起煮。那我可要尝尝。来，真好喝。我还有一件好事情要告诉你。一大早我就听说师兄被宫协抓了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还能有什么好事啊？是啊，和大师兄的事情比起来，我当不当仵作，我就不算个事。你要当仵作？是苏县尉允许的，验的是一具被斩首的女尸。也不知道应该替你高兴还是……为什么不替我高兴？仵作阴气太重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合适。可是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二师兄你不知道，你搬出来以后，爹每天都要教我验尸的口诀。你已经学了3年了？对啊，我虽然学了3年，可是爹时常骂我笨，因为在他心中，天分最好的是二师兄你。大师兄的事情，我能看得出来，爹心里难过得很。所以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二师兄重回仵作行。这不是要举办仵作大赛了吗？二师兄你最厉害了，一定可以拔得头筹，这样就可以成为宫谢的人，爹一定会以你为荣的。我做炼容师，也会成为全长安城最好的。我会常常去看师傅，愿他老人家。这是何人的？一个被斩首的死者。可是，
被杀之人在路口捡的。飞叔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别人丢的储气袋，借寿用的。借寿。师父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。若是能选，徒儿宁愿借寿给您的。师父。师父，这是您的在天之灵来收钱了吗？师父，一路走好。哎，这谁丢的钱袋啊？这种事儿在鬼市时有发生。一个人将要死去，而他身边挚爱他的人不想他死，就装一些钱在储气袋中，扔到各个路口。若有人捡到，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寿命借给那将死之人了。但是把捡钱的人杀了，这可不是借寿啊，这是抢寿啊。这在鬼市中都极为少见。那这1字儿便是借寿1年的意思？那要看那将死之人病得厉害不厉害。若是很厉害，哪怕借1天也是有可能的。借寿1天杀一人，这也太残忍了。写着字的人虽说用笔很熟练，但字却写得勉勉强强。哦，义兄，你看，他的收笔很用力，一看就没有先生教过。苏县委，棺材铺的小伙计，也就是董月徒弟，在他师傅面前自杀了。这把剑啊，平时就放在这儿，据说是辟邪用的。要说这董月干了一辈子仵作，身上真有点邪气。他横死，肯定心有不甘啊，非要把徒弟带去给他陪葬。徐局长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？这不是很明显，他就是……请仵作。是。去耿仵作家请苏禅来。是。那个红袋子是谁放那儿的？哪儿？一大早接到报案，我就把棺材铺封锁起来了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这应该是原本就在那儿的吧？樱桃，来数一数。7749。3。验，死者口眼张开。记下。验，死者双手均未见伤痕。需分开记录。哦，我的错。验，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记下。验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验，伤口在左胸前，洞穿而过，此剑钝而不利，故推断行凶之人有极强的臂力，且是在死者不注意时一击毙命的。
你怎么确定是有凶手？为何不是中邪、自杀的呢？若是自杀，以死者的臂长根本握不到剑柄；若握住剑身，刺入并洞穿其胸膛，那么手掌必然会留下伤痕。更何况以此剑之钝，绝没有此可能。苏晨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地上的血迹甚是怪异？我也发现了，正准备仔细检查。爹，您听我刚说的验尸过程，可有纰漏？没有。要是您能跟我一块儿去就好了，还可以亲自指点我。哎，一袋钱，七七49枚。是的，先前那个被斩首的女子也捡到过这样一袋钱。哎，别动，我自己充。这袋子里装的是马钱子。啊，马钱子？爹，您把这剧毒之物放这儿干嘛呀？虽说是剧毒，但适量用，它就是一味草药。它可消肿止痛、通络清血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解装毒之苦。原来爹一直在用它治疗疮毒。哎，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疼痛而已。苏县尉，耿无伤来了。哦，苏县尉提携小女，连续2次验尸，已成仵作。耿无伤特意前来致谢。耿老，您亲手培养了这么好的仵作，应当是苏明代公谢，谢您老才对呀。哎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耿老，请慢用。苏县尉，这么说，耿老是想看看那2个储气袋？当然，老朽没这个权利，只不过身为仵作，几十年跟随捕贼官，对案情所涉，自生关心，也有几分好奇之意，所以苏某求之不得，正想让您老给看看。樱桃，拿来。爹，7749，这是个极阴之术啊，正好镇压了死人的灵魂。杀人借命，并非前所未有。20年前，长安也发生过这样的案子。一个商人受方士的教唆，为给父亲借灵延寿，连杀4人。出气袋中分别写了1369的数字。当时我记得幺儿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刚进师门，协助我验尸时，吓得直哭。时任县尉杜审言根据公谢验尸所得，很快就找到了凶器，锁定了嫌疑人，抓住了凶手。最终，凶手和那方士都被朝廷判了腰斩。这借寿邪术不过是权贵用金钱买命的把戏。现在发现了13，还会有69，那岂不是还会有2人遇害？这袋子里也有数字？有，就在我这儿。您老请看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
没什么。我明白，毕竟大师兄跟随您多年，但师父不必难过，不是您无情，而是他终是在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想好了这最后一篇写什么了，就写仵作为何不能杀人。师父，恕弟子直言，这没什么好写的吧？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呢。您再想想，一定有比这更好的篇章，视作凝尸记的结尾。可为师这身体……您放心，您的手还有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搬出去住了，但不是每隔3天都来探望您吗？其实，每隔3天，我也会去道观里为您求一次寿，早就得到了神灵的启示，说您的寿还长着呢。二师兄中孝道，苏禅不急。乞丐也捡到了出气袋。叫上仵作苏禅。仵作苏禅前来验尸，无关人等退后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爹，爹！苏明，你不是说想吃苏山吗？给你送过来了。快，随我去跟仵作家。苏禅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凶手，以告慰耿老仵作在天之灵。无凶手？什么？你验过尸？我并未动过尸体，可我爹几日前曾教过我，他这是马钱子中毒之象，而马钱子正是我爹用来抵御创毒之痛的。我观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故而推断，我爹是服用了过量的马钱子。这马钱子毒之前倒是听说过，还真没亲眼见过。这马钱子是一味药材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但一般不多见，因为稍有不慎极易中毒，一旦中毒极其痛苦，头足相救，其势如弓，也像织布机，所以又叫千机药。中马钱子之毒者，起初无力，脖子发硬，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，直至周身抽搐，最后全身蜷缩如弯弓，
反复弯曲多次，其痛苦可为人间之罪。如此说来，耿老正是中了此毒。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师父！宋县尉，我师父怎么死的？可有验尸？尚未验尸，疑似过量服用马钱子，导致中毒而亡。不可能！我师父懂医术，知道马钱子是剧毒，怎么可能过量服用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太疼了，所以不想活了？人在一瞬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，这也是有的。你胡说！我师父一生历经磨难，什么事情没遇见过？怎么可能因为受不了创毒之痛自寻短见？这是干什么？二师兄，松手！苏县尉，请允许我一妖为恩师验尸，找到真正的凶手。要，苏晨，可配合他。是。素明，我觉得可以出个告示了，以后在大街上，尤其是十字路口，再见到那个储气袋，不可再捡了。如此只会引起恐慌。乞丐所捡的储气袋中的6字，我看了很久，唯一仍确定的是，写字之人学习写字的时间应不久。师父！已验尸完毕，也要相信他师父是自尽的。二位节哀，那就给老人家设置灵堂吧。苏县尉、诸位，还有素禅，趁你们都在，我有话要说。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他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我改了行。他当着素禅的面要求我答应，让我和他一起成为仵作之书《凝尸记》的共著者，并以此身份重回仵作行。我当时并没有答应，现在想来，老人家这是以死相逼，是我害死了恩师。今日我当着恩师的在天之灵，请各位见证，我因妖死后重新做一名仵作，一生不再改行，并报名参加即将到来的仵作大赛，誓拔头筹，让第一仵作的名号永驻我师门。好事啊！苏明，虽说耿老徒生变故，
但因要重回仵作行是喜事，你不该高兴吗？耿老不是跟你说过，以阴妖的天分，定能成为最好的仵作吗？殷仵作，我想有你刚才的那番话，耿老仵作也能含笑九泉了。但当务之急是赶紧设置灵堂。可是殷郎，上次多亏了您为我爹整洁面容，老人家走得格外庄重安详，多谢您了。啊，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这一大箱子化妆之物，值多少钱？打开看看。都卖啊？都卖。确实不少，也真是有些好东西。给你2000钱，3000钱，2300钱，最少3000钱。这是整个长安唯一炼容师的所用之物啊！今日之后，再无炼容师。哎，这是给死人化妆的。这，我不说你不说，谁会知道？我这一大箱子若是给活人化的，你最少要出6000钱，3000钱你要不要？要。你回来了。3000钱，拿着，我把箱子卖了。二师兄。我知道那个化妆箱就是你的全部财产，你为何给我？师父在上，我阴妖愿照顾苏禅一生，请恩师的在天之灵答应，将他许配给我吧。二师兄，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并不喜欢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搬出去住了。我搬出去是为了有朝一日永远的搬回来。这么说也不对，这屋子太破旧了，而且阴气过重。未来的天下第一仵作将是公谢的人，受人尊重，后人也可以考取功名，所以我们应该搬到更宽敞明亮的大宅子里。仵作大赛，你真没有把握？本来是没有把握的，但如今只要将我和师父合铸的凝尸剂献给公谢，谁敢不把第一仵作的名号给我？二师兄，爹更希望你凭借自己的本事拿得前3甲。苏禅，其实你也并不是师父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师父这一生只娶过1次妻，钟氏在拜师时就已经死了，我是他收养的孤儿，而你是他捡来的弃婴。我们同命相连，未来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让你过上人上人的日子。你也不必再做仵作，只在家里为我生儿育女即可。只可惜这凝尸剂还差最后一篇，不过我这个合著者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，我就写仵作进入公谢后如何配合捕贼官建功立业。下尉，连续3起命案都没有抓到凶手，按规制当将案卷转送雍州府。
不急。耿老的灵堂布置好了吗？布置好了，阴瑶说算好了日子，今日就会下葬。今日就要下葬？樱桃，拿人。去了！等一等，万年县尉苏明前来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苏县尉，师兄和我昨日已经验过尸了。耿老与你是至亲故，不符合规制。苏某决定重新验尸。死者为大，而今恩师已入棺木，你难道要开棺不成？耿老做了一辈子仵作，为了探明案情，也没少开别人的棺吧？仵作之家找借口阻止开棺，这甚是荒唐。你们都先出去。我要先祭拜耿老。苏县尉验尸结果如何？莫非我师父不是死于马钱子之毒？是。他的手上、臂上、颈上、脸上可有抓痕？没有。可有反抗撕扯的痕迹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我师父是自己服用的马钱子，而并非被人强灌进入口中的。没错。那你开棺验尸验的是什么？这是对我恩师的大不敬！我要去告你！告我？你怕是没这机会了。我在耿老身上发现了这个。你很孝顺，耿老也很看重你，但当他发现你有可能是杀人凶手时，便将证据藏在自己的贴身之处，然后扶马钱子自尽。他是想用他的绝望和死结束你的杀戮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儿有笔墨，你敢写出136三个字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写？也是。你现在有了警惕，即便写出来，也不会露破绽。这也是耿老的高明之处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将弟子逐出师门，需要同门师兄弟签字，这一行规应无先例。耿老就是要看看你的笔体。怎么可能？我师父就是个仵作。他虽是仵作，却先于本官推断出董月之死终是在逃不了干系。喜君，
对照出气袋中的纸条，验着文书上的字迹。是。一友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究竟是一片孝心，还是怕我爹没命写不完宁诗记？苏宁，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我？我是宁诗记的共著者，我要将宁诗记献给朝廷，我要成为青史留名的第一仵作。我刚才说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来，看看这个。不可能！我离开这3年，我师父非常后悔。他让我一起署名仵作之书，就是在补偿我。那天他虽然说了一些恭维炼荣师的话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想的，就是让我重回仵作行，光耀师门。耿老已经为仵作之书的最后一卷、最后一篇确定了名字：仵作不可杀人论。单看这名字，我也很难理解。再看这纸条，我就明白了。耿老是在暗示，之所以不许你重归仵作行，是因为你杀了人。其实你早就露出了破绽。董月的徒弟死了，在他的尸体后，地上有一块四方形，没有血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炼荣之礼吧？我来为董月炼荣，没人知道吧？没有，我知道师父和您师门不和，所以谢谢殷先生能来。这是做什么？炼荣之礼，死者应受之礼。我能做些什么？站到我前面来，跟着我学。哦。面朝门外，为师父祈福。保持这个姿势，闭上眼睛。正值子时，应有更夫经过棺材铺，你担心被发现，故仓皇逃走，并没来得及擦拭地上的血迹，便留下了证据。验毕。这文书中
署名阴妖的字迹，与初期代中字条的字迹，均出于同一个人。以耿老的智慧，我笃定他不会没有真凭实据就服毒自尽。故我开棺验尸，果然发现他将你没有防备之时留下的字迹藏在了自己的怀中。我还是大意了，验尸时看见那文书，本想让他带走，埋于地下，便永远没人知道那借寿之人是我了。我以后写字也会改掉那该死的笔法。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左龙祥，他就收养了我，但我真不想是他收养我。他满脸沟壑，目光阴沉，整天和死人打交道，我好怕他。我想学读书写字，可他却让我学验尸。他还说仵作之学口口相传，不需要认字。可是后来他却教了苏晨读书，我心里很不情愿。但离开他，我又会饿死。后来，慢慢的，我喜欢上了和死人打交道。我发现我很有天分，他也一直在利用我的天分。与其说他是我的师傅，不如说我是他的半个师傅。因为开坑中功法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。3年前，他把这些写进凝尸记，我意难平。他写进书里就变成他的了，我的一丝痕迹都不会被他留下。还有，刑部大理寺让他推荐仵作，他推荐的都是钟世载。他还说，钟世载能文能武，是个难得的全才。我更恨了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教我读书写字，让我成个文武全才？3年来，你不仅学会了写字，从你用剑的力道上看，你还学会了武艺。不会，但我力气大。我每天晚上都在仇恨中拼命的猛刺、砍杀。我也不傻，我改行就是为了让他心存愧疚。我了解他，他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师门传承。钟世在急功近利，早晚会出事。我就在等着这一天，到时候为了让我重回仵作行，他一定会有所表示，要么将仵作之书传给我，要么便让我拥有我本该得到的合著人的署名。我等了3年，险些没等到这一天，因为他疮毒发作，随时可能丧命。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他一起经历过的案子，商人为其父借寿。你们知道吗？商人虽被腰斩，但他的父亲真的多活了好几年呢。所以，我也要借寿，我要让他活着写完仵作之书，我要凭借此书出人头地。邪恶如此，焉能当得了仵作？天分固然重要，但心肠才是根本呐。宁，你会比你的师兄钟世载判得更重。你要为那3个无辜者偿命。